大家好，我是罗以，欢迎来到罗以时间。这里是基督信仰的科学证据专题系列第6集。什么是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人的寿命是多少？让 DNA 告诉您。什么是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这些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在人类发现 DNA 之前，凭骨头化石的形状和尺寸比较的进化理论给出的答案，都是没有真实科学依据的糊涂账。没有认识 DNA 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因为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一切有关生命的问题都要从 DNA 中寻找答案。什么是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人的寿命是多少？让我们一起从 DNA 中一个一个寻找科学答案。什么是人？一定有人会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毛病啊？难道这还是问题吗？就是吃奶的孩子都能分清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甚至还能清楚区分谁是生人，谁是熟人呢？这个简单的不值一提的问题，还真的不简单。说它简单，是小孩子也都知道。说它不简单，因为科学家们也回答不了。否则画家高更的名画提出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引人注意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什么是人这个简单的问题已经讨论了100多年，至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更没有经得起严格科学验证的定义。有人会说，凭什么现在可以有令人信服的科学定义呢？别着急，我们从头说起。过去100多年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前提下去寻找人的定义，也就是发现 DNA 之前的低前生物学的定义。进化论一直都是依靠骨头化石的形体外观、尺寸、动作的比较去推想人的问题，于是会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定义很久都被进化论者们用作古人类与古猿分界的标志。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德尔1960年高中毕业后，一位英国教授安排他到非洲观察黑猩猩。他发现黑猩猩会折断草枝杈，使它成为一根草棍，插进蚂蚁的洞穴，等待许多蚂蚁爬上草棍。黑猩猩就将草棍抽出来舔吃蚂蚁。珍妮·古德尔问：黑猩猩是人吗？至此，人是会使用和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已经沿用了100多年的标准就被废弃了。什么是人的问题，继续困扰着进化论的专家们。直到1968年，美国人类学家皮尔比姆提出了2个标准，去区别人类与古猿。一是以习惯性的直立两足行走作为主要的行动方式，
二是牙齿基本上呈现代人的形态。这样的定义很快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可以看到，仅仅从动作方式和骨头形态上去定义人，真的是够原始、够落后的，实在是浅薄可笑。但是，依靠骨头化石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人类学，也只能这样了。如果说人类发现 DNA 之前，也就是低前生物学，生物界只能凭外观形态进行推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发现 DNA 之后的低后生物学时代，还坚持错误的进化理论，误导人们，尤其是误导年轻的孩子们，就不可原谅了。1953年，科学家发现 DNA， 至今已经60多年了。2006年，科学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全民 DNA 亲子鉴定的科学报告，也已经13年了。既然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关于生命的一切问题都应该从 DNA 去寻找，而不应该再从外观、形体、动作去揣测生命的奥秘。就像过去是凭外貌、长相寻找亲人，现在一定是凭 DNA 亲子鉴定了。可惜的是，生物学界一直死抱着依靠骨头化石的进化理论不放，仍然停留在低前生物学，也就是发现 DNA 之前的生物学，不愿意从生命的核心 DNA 去寻找生命的奥秘，使生物界在生命这个重要问题上迟迟不能进入低后生物学，也就是发现 DNA 之后的生物学时代。而什么是人？人从哪里来？谁是人类的始祖？人会到哪里去？人的寿命有多少？等有关人类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是糊涂账。发现 DNA 之前的低前生物学，在进化论指导下，都是从外观寻找人的定义，就像超级明星脸。而发现 DNA 之后的低后生物学，是从生命的核心 DNA 中寻找人的定义，也就是 DNA 亲子鉴定。说到超级明星脸，有必要解释一下。超级明星脸是台湾90年代一档综艺节目，邀请长得像明星的人上节目，让观众评分，长得越像得分越高，最高分可达100分。长得像一家人，但不是一家人，毕竟完全没有家族血缘关系。进化论下的低前生物学一直都是凭外观形体超级明星脸的方式解释人的定义、人的祖先、人从哪里来，让人类这些重要的问题至今都是糊涂账，就不奇怪了。DNA 亲子鉴定和超级明星脸，请问您会相信谁呢？我们来看发现 DNA 之后的低后生物学关于人的定义，也就是
DNA 亲子鉴定下关于人的定义。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一个人，我们都是唯一亚当的后裔。所以当我们用 DNA 亲子鉴定来定义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唯一亚当的后裔才是人。那怎么来识别呢？首先，唯一亚当他的基因组，也就是人类的基因组，必须和我们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和唯一亚当是同一个人类基因组，都有1到22号常染色体。男人身体中都有一个 X 一个 Y 一对性染色体，女人身体中都有2个 X 一对性染色体，必须有相同的基因组，还有相同的环形结构的线粒体 DNA。 那么怎样来测试呢？很简单，拥有人类的基因组呢，你就可以相互做亲子鉴定，人和人之间可以做亲子鉴定。你人不能和其他的生物，猪啊、牛啊、猴子啊做亲子鉴定，因为你和它不是一个相同的基因组，它有它的基因组。比方说狗，它有它的基因组，狗和狗可以做亲子鉴定，猪和猪可以做亲子鉴定，因为它们的基因组相同。而我们人的基因组呢，只能人和人做亲子鉴定。还有可以干嘛呢？结婚生子生孙，相同的基因组才可以。你不是一个基因组，你不能结婚，你不能和猪啊、狗啊他们结婚生子生孙，因为基因组不同，一定要是相同的基因组。我们人类的基因组，我们前面说过，人类的基因组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所有的生物的基因组都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基因组，相同的基因组还可以干嘛呢？相互输血，相互器官移植。我们人可以相互输血，可以相互器官移植，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基因组。你不可能和其他的生物输血或者是器官移植。所以你不要小看了人类基因组，也就是相同的基因组，而这个基因组是来自人类的第一个人亚当，是从他那里遗传下来的，他是第一个有人类基因组的，他是第一个有这30亿这样的 DNA 编码的。所以他身体中的30亿 DNA 编码，我们和他99.95%相同。我们人与人之间是99.9%相同，但是和唯一亚当是99.95%相同，我们和亚当相同还要更多一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1/1000，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亚当的差异呢，只有0.5%，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还要小。也就是我们长得更像第一个祖先亚当，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的差异比我们和亚当的差异稍微还要多一点，是不是很奇妙？所以第一个人长什么样，我们就长什么样。千万不要认为第一个人是长了毛的猴子，那就错了，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 DNA 编码信息是从他那里遗传下来的，他长什么样，我们就长什么样。DNA 的信息决定人的形体，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什么是人呢？很简单，拥有人类基因组的人才是人，也就是唯亚当的后裔才能是人。这个可以去验证，可以去查验，因为我们的每一滴血都可以做 DNA 亲子鉴定。亲子鉴定也就是查看我们的 DNA 编码，看你有没有22条常染色体，对吧？看你如果是男人有没有 X 和 Y 这一对性染色体，如果是女人有没有2个 X 性染色体，这都是可以查验的。DNA 亲子鉴定最重要的，或者是它最权威的地方，就是可以去验证，可以从每一滴血去验证，每一根毛发里面去验证，那不是凭嘴巴说，而是去验证。这就是低后生物学关于人的定义，绝对的权威。这要感谢众多科学家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让人类看见了自己的基因组，完成了全民 DNA 亲子鉴定，让我们知道了身体中基因组的30亿 DNA 编码信息是来自第一个人亚当，让我们知道了自己是亚当的后裔。从 DNA 已经看到，人类第一个男人是上帝创造的，人只是被造之物。人的定义要符合科学证据，可以去验证，更要符合圣经的记载，那是创造者的话语。DNA 亲子鉴定下，关于人的定义既符合了科学可以验证，又符合圣经的记载。科学结论和圣经记载是一致的，才是正确的定义。正确的科学一定符合圣经，因为正确的科学研究是来自上帝的创造，不可能相互矛盾。我们继续寻找 DNA 科学证据，到底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近年来，男人和女人越来越分不清楚了，有的地方男女厕所也不分了，男人可以变女人，女人可以变男人。男人可以和男人结婚，女人可以和女人结婚。更严重的是，人们的认知也越来越糊涂了，根本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可以去遵循。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既然连什么是人都无法明确定义，男女定义模糊不清，当然也很正常。人的定义，男女的定义，只有2个标准，2个标准一定是一致的，才是正确的。一个是来自创造者的定义，一个是来自科学的定义。创造者的定义，看圣经的记载；科学的定义，验证人体的 DNA。我们先从 DNA 编码的解码来看，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同样，用 DNA 亲子鉴定来界定男人和女人。在亲子鉴定的严格界定中，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 DNA 身份证。我们先来看男人的身份证。
他的身体中必须有来自维亚当，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祖先的环形结构的线粒体 DNA， 必须有来自维亚当的1到22号22条长染色体 DNA， 必须有来自维亚当的 X 染色体 DNA， 必须有来自亚当的 Y 染色体 DNA， 这就是真正的男人，这就是他的 DNA 身份证。那女人呢？我们来看女人的 DNA 身份证，它必须有来自亚当的环形结构的线粒体 DNA， 必须有来自亚当的1号到22号22条长染色体 DNA， 必须有来自维亚当的 X 染色体 DNA。 注意到了吗？男女的区别就在于男人有 Y 染色体 DNA， 女人没有 Y 染色体 DNA， 这就是区别，这就是界定。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类的基因组中， Y 染色体 DNA 有5937万多的这样的编码序列，也就是说有一条 Y 染色体女人是没有的，而这一条 Y 染色体呢，就是男人才有。而这条 Y 染色体里面呢，这样的编码序列有多少？5900多万。也就是说，女人身体中没有这5900多万的 DNA 编码，没有 Y 染色体 DNA， 就是没有这样一条双螺旋结构的 Y 染色体 DNA， 而且每一个细胞中都没有。男人有 Y 染色体 DNA， 有5900多万的编码，是每一个细胞中都有。我们的身体是40到60万亿的细胞，这么多的细胞，每个细胞中都有 Y 染色体，都有5900多万的 DNA 编码，这就是男人。而女人的每一个细胞中都没有 Y 染色体，都没有这5900多万的 DNA 编码，这就是区别。所以不能够男人可以随便说我是女人，女人也不可以随便说自己是男人，因为你的每个细胞中差别就在于男人有 Y 染色体，女人没有 Y 染色体。这就你不管你怎么去做一些手术，或者是做一些吃什么药做什么变性手术，那都没有用，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男人都有 Y 染色体，女人都没有 Y 染色体，这是无法改变的。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毛发都可以验证出来的。过去那种认为说我做一个变性手术，或者说我吃什么特别的药，然后我穿什么样的把衣服改变过来，我就变成男人或者变成女人，那个实际上不是真的变了，那是假的。因为你不可能变你的每一个细胞，你不可能把你每一个细胞中的Y 染色体，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你想变女人，你不可能把你每个细胞中的 Y 染色体的5900多万的这样的 DNA 编码都把它除掉，每个细胞你不可能除掉。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你每个细胞中都没有这样一个 Y 染色体，你没办法有这样的一个
900多万的编码，每个细胞没有。所以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 DNA 身份证。从以上的定义的标准可以看到，这是从第一个亚当血液中传递下来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恒定不变的。从第一个亚当开始恒定不变，因为第一个亚当是男人，他的身体中有 Y 染色体 DNA。 当他把自己的 DNA copy 给第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没有把 Y 给这个女人，所以我们的女人是没有 Y 的，所以男女就分辨就在这里。 Y 染色体就是男人的特征，男人的身份证，这个是无法改变的，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恒定不变的。通过 DNA 亲缘鉴定来界定人，界定男人、女人，是每一滴血都可以去验证的，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现在可以从圣经记载和科学证据来进行一个对比，什么是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名叫亚当，而且是男人。那我们科学证据看到什么呢？必须和为亚当有相同的人类基因组，相同的，而且身体中的30亿编码呢，和为亚当 99.95% 都是相同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是来自他的嘛。所以这2个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亚当的后裔，这个就是人的标志，人的定义。那么圣经记载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虽然我们女人是从男人而出，但是是因为是神创造的，不是它自然会产生的。那么从圣经记载就知道了，神造人是有分辨的，他造了男人还造了女人，他不是把男女混在一起的，他是分得很清楚的，有男有女。而且男人和女人呢是可以验证的，我们从科学证据里面看到，每一滴血都可以有一个 DNA 的身份证可以去查验。男人有线粒体 DNA， 有22条常染色体 DNA， 有 X 染色体 DNA， 还有 Y 染色体 DNA， 这都是从亚当来的，这就是真正的男人。而女人每一滴血也可以去验证的，必须有线粒体 DNA， 有22条常染色体 DNA， 有 X 染色体 DNA， 这都和亚当是一样的，就是没有 Y 染色体 DNA， 没有这5900多万的编码，这就是真正的女人，这是可以去验证的。所以我们的科学结论，唯一亚当的后裔才是人，每一滴血可以去验证，无法推诿。有男人身份证才是男人，因为有 Y 染色体 DNA， 这也是每一滴血可以去验证，无法推诿。有女人身份证才是女人，没有 Y 染色体 DNA， 每一滴血可以去验证，无法推诿。圣经的记载和 DNA 科学证据又一次完美一致。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来历的问题，人的由来，人是神创造的，这件事情
是被很多不相信神的人所抵抗的，他们不承认有神，更不承认人是神创造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从 DNA 的证据可以看到和圣经的记载是完美一致的，无法推诿。除非你不承认你的身体，除非你不承认你身体的每一滴血，除非你不承认你每一滴血中的 DNA 编码，谁能否定自己的身体呢？上帝创造了人，严格区分了男人和女人，还为人的寿命做了安排。请看人的寿命是多少，让 DNA 告诉您。